大家好，我是魏魏，这一次要去仙台，这是我睽违6年再次去日本但是为什么是仙台呢？大家可以去看之后的 vlog 影片。但是今天呢，我其实人在桃园机场。通常我在机场的时候都是很厌世的，因为我就是一个有飞机恐惧症的人。但是今天呢，我异常的兴奋，这应该是我从第一次搭飞机以来，还有第一次搭长途飞机以来，第3次人生这么兴奋要搭飞机了，就是因为今天要搭的是星宇。因为你看每个人的开箱啊，就不管是食物还是服务，还是飞机上的设备，其实好像都没有什么差评。所以这一次就来记录一下我的星宇台北到仙台，仙台到台北经济舱全体验。大概只花10分钟就完成过关的这个流程，真的是非常之顺畅。今天是小飞机 A321，看一下耳机，耳机上面还有 logo。这个触感好神奇，我是细胶的。星宇的配色材质是皮革，蛮舒服的。安全影片走的是一个皮克斯风，这个画质也是有一点太好机上的娱乐系统呢，也有专门做 logo 的设计，真的是设计控。还有音乐，看一下，儿童音乐，吃到，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翻页也太丝滑了吧！中式就是最有名的胡同冻，然后西式是意大利面。再来是一个在星宇工作的观众推荐我一定要打开这个音频，这个认真程度跟酒吧非常有得比。翻页TCRC 跟 Bar Home 的合作。看看有几款调酒可以选 ，OK， 原来只有1款，然后后面是可以选的饮料，选择还蛮多的啊，这样还有 whisky， 还有其他不同的烈酒，就不是只有红白葡萄酒。刚才看电影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就是你一般看电影的时候，如果想要看飞行地图或飞行资讯，其实有的机上设施是会需要跳来跳去的，就是顶多就是电影下面有一小栏，就是告诉你还有几分钟到。我觉得星宇这个应该是我第一次看到电影可以悬浮视窗在那个飞行的地图上面。起飞大概30分钟后开始送餐，聪明的鹏鹏先在网络上面预定，所以他现在已经可以开吃了。吃一下鹏鹏的青酱意大利面，它的味道呢，我觉得就是IKEA或者是萨莉亚，是奶味非常重的那一种甜甜的青酱，就是老少咸宜的口味。猪肉饭，这个椰香凤梨胡萝卜沙拉，就是这种罐头凤梨，然后加上熟的红萝卜，因为红萝卜如果选的不好，会有一种辛辣味，但熟的红萝卜其实就很甜。调味是用椰浆去做，所以整个非常南洋风情，还撒上了非常多的那种椰子脆片，意外的好吃。烧肉冻本人，这个餐的配色就让人非常有食欲。这边是烤的焦褐色的烧肉，旁边有3个蔬菜，分别是木耳豆芽，这样还有玉子烧，完全就是一个定时的感觉。一般的机上餐啊，其实你拿到的时候会是非常热的，但是那个米因为2次加热以后，不免俗的就是会烂掉、糊掉，大家抱在一起。但它这个烧肉便当感觉是在机舱没有2次加热的，就是一个常温的概念。因为它的饭其实就像我们在外面买自助餐那种饭一样，就当然不会到什么浑圆饱满、粒粒分明，但它饭的嚼劲跟湿润度是非常刚好的，而且它的饭淋满了那个烧肉的汤汁，口味稍微偏甜一点，但完全就是我的菜。一份的话大概有3到4片烧肉，然后你看一片还蛮大的，它的烧肉就处理的比较干一点，就是在陆地上的话，你不会觉得它是个好吃的烧肉。花椰菜的考验，花椰菜是脆的。水果的部分，苹果、火龙果、芭乐 ，another 芭乐。谢谢。甜点是全伟家的冰淇淋，铁观音可可脆片，令人期待的口味。全伟家应该
该算是台湾第一代网红冰淇淋了吧。然后我之前去台南吃的时候，就记得它偏甜，所以这个铁观音可可脆片偏甜的，我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开始会是可可的香气，我觉得铁观音的那个茶味或者是苦涩的韵味其实比较淡一点。这餐吃下来，必须说真的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这么爱开箱新宇的机上菜，在空中经济舱美食的这个领域，应该真的是蛮无人能敌的。最后是2个隐藏版的饮品开箱，这个是浓汤，这个是酒精的特调，这2个都是要特别跟空服员说的。而且在送餐前，荧幕上面就有跳广播说，像这种特调的饮品，就是请大家等到整个送餐收餐都结束了以后再点，所以这个颜色看起来就很夜店酒，是没什么酒味啦，就是甜甜的、酸酸的这样。出现在夜店，我绝对会狂喝的那一种酒。但如果只是 random 的出现在陆地上呢，我应该是。再来是浓汤，用的还是这个 Spider-Man 的联名的杯子。它绝对不是那种你饱得要死还一定要喝下去的那一种浓汤，它就是一个好喝的冲泡浓汤。顺利到仙台了，那我们就回程见喽。打给后，这是5天后的我，脸感觉真的肿了一圈。现在已经到仙台机场了，准备要去新宇的柜台 check in。仙台的国际线，我看今天2班都是台北，我才20。机票 get 太早来了，应该还要在机场再逛一下。这也是会搭新宇，其实是因为看到玉山这一张就是世界卡的活动，这不是业配，这只是纯分享。然后因为我买的是经济舱嘛，我刚才看到隔壁商务舱 check in 的那个柜台，他写说世界卡也是可以在那边 check in 的，我就问了一下地勤，他说对，如果你买经济舱的话，但你有世界卡，你也是可以在商务舱那一个柜台 check in 的。然后我瞬间觉得下一趟好像也可以考虑一下新宇，毕竟飞行体验真的不错。而且热门时段如果可以不用排队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快乐。没买伴手礼真的完全不用担心，机场的选择超级多。这一盒我朋友有买，其实机场的价格跟外面的价格差不了太多，差不到100日币吧。早知道就在机场买了。看着看着没忍住又买了一个伴手礼，机场的毛豆奶昔店。回程飞机也是 A321。苹果炖鸡马铃薯、牛肉广式炒面。我回程有在网络上面预选，这一次选的是炖鸡腿。来试试看西式的面包跟奶油，一个马德莲蛋糕，甜菜跟洋芋沙拉，水果。先从面包吃起，一样也是这种塑胶包装的餐包，奶油的质地也很软。来吃最期待的就是奶油面包，颜色很 Q， 是粉红色。我是一个不会主动选择吃甜菜根的人，希望这个甜菜根不要有甜菜根臭味。甜菜根的存在感非常低，这个 Spider-Man 的锡纸很可爱。再来就是主菜了，它好香哦，鸡腿肉这一盘一打开是直接60分起跳，不是因为我很喜欢新宇什么的，是因为他把鸡肉切得很小块，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很懒得大口咬肉人，就是那种一整块肉或者特别是要啃的肉，我基本上就会选择不吃。然后一般飞机餐的肉其实都切得蛮大块的嘛，有什么排就不用说了，那种一般的炖牛肉、炖猪肉，其实那个肉块体积也会蛮大的，应该是因为这样2次加热的时候，肉块里面的汁水比较不容易流失掉，所以看到切的这么小块的鸡腿肉，还是觉得蛮感人的。苹果炖鸡腿一开始是那个酱香味，后来才有一点那种蔬菜的甜味。它的鸡腿应该是有大油先煎过，然后再下去炖的，表皮还有一点焦香。旁边的块状马铃薯啊，其实里面还混了一些苹果。马铃薯的外层应该是有炸过，所以蛮定型的。这个苹果酱香的甜味有炖到马铃薯里面，这也倒是在陆地上吃到也会觉得很合理的东西。甜点感觉是个马德莲，伯爵茶还是红茶那一种茶香，甜度偏高，我觉得我应该吃不了一整个。但是它的
口感非常的正确，外层烘烤带褐色，然后是稍微有点焦香感的，蛋糕体很湿润，一点都不吸口水。现在在发饮料，光是啤酒竟然有海尼跟伯克金跟台啤3种选项。我们在预选餐点的时候，鹏鹏发现没有他想吃的，所以他就点了一个网络上也蛮好评的，是玛莎拉素食餐，比较偏南洋印度风味的那个特殊餐。它的沙拉呢就是省钱豆类沙拉，不知道为什么给的超级满，来偷吃一口。香菜还是香茅那种，就是比较偏清新的香草味道。它的主餐就是黄黄的这种玛莎拉咖喱，然后配上泰式长米，很好吃，就煮的比较硬一点，但是这个咖喱超开胃的，真的觉得大家可以提前24个小时去选你要的餐点。如果日常供应的那2个没有你喜欢的话，换成玛莎拉你绝对不会失望。本趟特调曙光木吉托木西多，也是跟 PRTCRC 就联名的，然后它是加了一点柳橙绿茶，是可以想象的风味。这一杯比上一趟好喝很多，它的酸度蛮够的，然后不是只有柳橙汁的那一种酸，它还有一点柳橙皮的那种香气。必须说这一趟仙台行的飞行呢，真的算是蛮快乐的，东西好吃，然后飞机蛮新的，机上的娱乐设施很完全，服务也都很贴心及时。我现在其实在雷超龙的里程，所以如果问我下一次会不会继续搭星宇呢，我觉得倒也不一定，因为星宇现在的航点还没有太多，所以现在也很难去很认真的雷什么星宇的里程，所以除非是价格会比超龙便宜很多啦，不然我可能还是会继续选择我的里程。然后尽快回到天命集团全代。好了，我继续害怕了。我们这一次的飞机开箱就到这里，大家期待我的仙台 vlog 吧，拜拜。